Hello， 大家好。一盆6年没有换植料换盆的蝴蝶兰，长得会是怎么样呢？它就是这盆花，劳动模范。在我上一集的视频里面，跟大家分享了它的故事，还展示了跟它和它的 baby 剪脐带的过程。有的朋友可能没有看上一集，我在这就简略的说一下。这2株蝴蝶兰本来是同一株的，我用了砍头繁殖的方式，把它1分为2，之后又合2为1，把它种在同一个盆里。左手边的是原来的上半部，右手边是原来的下半部。左边的花已经谢了，右边的花还在开。这盆花自2017年到现在一直就种在这个盆里，没有换过植料。我一直都想跟它换植料，但是在过去的3年里，它不断的在开花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正在开花的蝴蝶兰，我不会跟它换植料换盆。仔细的想了一下，3年它一直在开花，对这棵植株来说消耗实在是太大了，而且6年没有换植料，盆内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今天就下狠心把花梗剪掉。这么长时间没有换植料，盆内的根跟植料已经粘得很紧，为了方便脱盆，我用清水泡了它1个小时。看一下，这条根紧紧地贴在盆边，盆底的这条根更加夸张，从盆底的洞里钻出来又钻回去。这些呢，已经老旧的不行了。这些从盆内钻出来的根，无论是新根也好，旧根也好，都要把它剪掉才可以脱盆。这一条呢，在外面的就把它拔起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用剪刀，消过毒的剪刀，把这些钻出来的根通通剪掉。看一下盆底的这些根，看上去还挺好的，但是呢，看这样子，从这个洞钻出来又钻回去的这些，不剪是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了，除非把盆剪开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盆还挺好的，还可以继续用，还是剪根吧。反正这棵盆花上面还有那么多的根，就算下面盆内的根全部烂掉了，盆面上还有那么多好的气根，所以呢，不用担心。这样子脱盆就容易多了。看看里面这些根，哇，看上去就像一团乱麻。6年时间没有换植料，看上去还可以哦。下一步就是拆植料了。虽然这些根跟植料泡过水，但是呢，由于它们时间太长了，还是不容易清理。看，大致就拆成这样了。根的情况看上去还不错，密密麻麻都是根，根比植料还要多。这植料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旧的植料，拉进来让大家看清楚。这些植料看上去都已经废了，看，用手稍微捏一下就碎了。接下来就是用水龙头把根冲洗干净。冲过之后，现在看起来清楚多了。这些根都已经塑形了，成了一个鸟巢的形状。现在就要慢慢的把这些根拆开。正所谓剪不断，理还乱。2棵兰花种在一起就有这个麻烦，2棵的根，你缠着我，我缠着你，拆开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分开，
接下来就是修根。先来看下半部的这一颗，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原来砍头的那个位置。换个角度来看，下面那一节呢，就是原来的茎，苗斜着长出来。看下面这些根，这些是最早的老苗上的根，这些根已经很老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能力，我就不逐一条一条去检查根了。从茎的这个位置把它剪断，剪下来这个位置看上去还是绿的。有人曾经问过我，这样剪下来带着根的这部分还会长苗吗？由于上面没有叶子，成功率几乎是微乎其微，所以呢，把它扔掉算了。接下来就分享我是怎么修根的。这些干了的根，看上面那节是绿的，下面的是干的，那就把干的这部分剪掉。下剪的位置在这里，看干的部分呢，留一点在这边，不要把干的全部剪掉。全部剪掉就等于给它留了一个新的伤口。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根有没有原来折伤的位置，有的话就从这些位置下剪。再来看这几条又老又长的根，这些根也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了。我会贴着兰花的茎部把整条根剪掉，因为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好根，这些旧的根就不保留了。但是如果你的根不多，这些根还是可以工作的，就应该保留下来。在这呢，如果留着它带到新的盆里面，可能它很快就会干枯死掉，还占用了盆内的位置。所以我把这样一堆旧老的根都剪掉不要了，这样看上去就清爽很多了。接下来就是把兰花的茎上这些干枯的叶子清理掉，用手去撕不容易，利用一把镊子就容易简单多了。这些旧的叶子呢，不把它清掉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再来看，我打算把它装到盆里的原来的气根，这几条气根又长又细，工作能力不会太好，所以呢，应该把它剪短一点。我会检查根，看看有没有原来就有折断的口，如果有的话，就在折口处下剪。那些旧的老的根，用手去捏一下，如果是软的或者是空的，就把它剪掉。原则就是，如果已经有断口的，就在断口处下剪，没有必要给它一个新的创伤。如果没有断口的，就按你需要的长度去把它剪断就行了。那些原来在盆里的旧根，就用手轻轻的捏一下，如果是软的或者是空的根，就把它剪掉。第二颗跟前面的那一颗的修剪方法是一样的。了解了原则，明白了道理，修根就变得很简单了。这里呢，我就不逐一展示，只是举几个例子。看这一条根，这里有点黑，但是是硬的。这条根已经很老了，又没有水晶头，我这里这么多根，我就想把它修剪。那怎么修呢？我会在断口处下剪。别看这个伤口不好看，但是捏上去是硬的，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收干水分了，种在盆里就不会继续烂。这条老根还有一个分叉，这种分叉根又长又细，没有必要留着，它吸水的能力也不会很好。我会在这个地方下剪，只留主根。
这些根不剪，留在新的盆里也很快会干掉。这种中间好像有一根线，两边的根还是好的，这种根呢，其实还是能工作的。但是我这里这么多根，我就不需要把它修了。如果你根不多的话，应该保留。一直顾着修根，没留意叶子，这里伤了，差不多断了，粘不回去了，索性就不要了。真是心痛啊！看这么好的叶子，太可惜了。所以我很怕换盆，经常都会有意外。修剪后的成品就是这样了，修出来一大堆老旧的根，修剪的过程就完成了。下一步就是把剪过的伤口晾干。那晾根要晾多久呢？不是按时间算，而是按程度。看这个剪口，让我对焦一下，让大家看清楚一点。根的肉质部分已经收干水分，再收缩，包着中间那条线。再来看这条很旧的根，根的肉质部分已经收缩，包着中间那条线，看到的只是一个点。能看得到吗？让我再对焦一下，看清楚了，就这样。再来看其他的，像这一条，很明显的中间那条线凸出来，因为这肉质的部分收缩的太厉害了。修剪过的根晾到干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晾根的过程，怕叶子太干了，可以每天给它喷水，但是不要喷到根。接下来就可以重新上盆了。这是中号树皮，泡了1天的水，然后沥干水分，表面看上去是干的。这点很重要，如果湿漉漉的，剪过的伤口就很容易从那里烂起。还加了一点点的木炭和珍珠盐，也是泡过水沥干水分的。盆子我会选用它原来的旧盆，按老样子把2颗种在同一个盆里。这种2颗组合的方式上盆呢，要有一定的技巧。就是你如果想2颗花怎么摆放，先把位置摆好了，再用一根软的铁线把它捆绑起来，这样2颗就固定好位置了。如果你不想太占地方，就应该2颗的叶子同方向，就是平行的方向，不要摆成90度。90度的话呢，就很占地方。然后在盆底放一些植料，再把这颗捆绑好的兰花放到盆的中央，然后调整好位置，包括高度，再用一条支撑杆把盆内的根拨开，让它均匀地分布在盆里，不要让根堆在一起。不做好这一步的话呢，兰花很容易歪向一边。把根摆平了之后呢，看这兰花就稳稳当当的坐在中间了。然后再把这条支撑杆从2颗花的捆绑的中心插到花盆的最底下。这条支撑杆的作用就是平衡这2颗花在盆内的位置，也起到固定的作用。你的双手就可以腾出来拿植料啊，干什么事都可以。填植料这一步就简单多了。有时候如果上面的支撑杆歪了，就把它拉直一下，保持平衡。填植料的时候要拍一下盆边，拍盆边的时候手要握住这个支撑杆，让它保持在中央。
那这2颗兰花就不会歪在一边了。植料在盆内不应该留空隙，要把所有的空隙都填满。可以用一条小棍子啊，什么东西，利用这些工具把植料压紧。最后这就是成品了。植料呢，不要填得太满，应该离盆边有1厘米到2厘米，这样浇水的时候植料就不容易跑出来。二来根会越长越多，就会把植料顶上来。还有，植料不应该留有空隙，否则浇水的时候兰花在盆内就不稳了，会摇摇晃晃。上好盆之后，这中间这条支撑杆要不要拿出来呢？应该先不要拿。还有这一条绳子也是先不要拆，等盆内长了新根，根已经扎稳了，再把支撑杆拿掉。绳子呢，可以拆也可以不拆。最后写上日期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除了可以以后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换的植料，另外呢，在这个日期之后2周不要浇水。看到这，可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植料我要预先泡1整天，因为剩下来的2周就要靠木里面的水分给这些兰花提供湿气。重要的事情要啰嗦多一遍，上盆之后2周不要浇水，否则水会从伤口进入，容易造成烂根。为了避免叶子太干，应该勤于向叶面喷水。2周之后就可以浇水了。如何浇才可以养出粗壮大肥根？在我的视频第31集里面有分享，我在这就不重复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。这个视频你觉得好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拜拜。